近日，欧美地区的疫情出现再次反弹的势头。光是美国累计确诊人数已经突破3000万。美国新闻周刊网站于上周三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美、英、德、法4国遭受疫情打击之后，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期盼本国政治制度进行重大改变。西方的民主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来看看报道。正值复活节假期的欧洲，由于疫情反扑，意大利已从上周6开始进入为期3天的最高级别管控。法国也进入第3次全国范围的封锁，同时进一步加大疫苗接种力度。据英国《卫报》报道，为尽快从疫情的阴霾中走出，英国首相约翰逊将于当地时间周一宣布有关重启经济的计划。同时，他也将提供更多有关试点疫苗护照和开放国际旅行的细节。据悉，持证者可以在一些公共场合获准坐在特殊区域，无需维持社交距离。然而，包括一些资深保守党议员在内的英国政客却以疫苗护照具有分裂性和歧视性为由，表示强烈反对。事实上，美国加州也有类似英国提出的疫苗护照概念。自4月15号起，只要持有新冠检测阴性报告或完成接种疫苗的证据，民众就能够不受防疫限制地参加在加州举行的音乐会、戏剧演出和其他的公共活动。但这项决定同样在全美引发争议。共和党籍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明确表示，将要求禁止商业与政府部门使用疫苗护照，因为这会威胁个人自由。观察认为，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客一直标榜所谓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在他们看来，疫苗护照是一种强迫式防疫疫情的手段，是对人权的伤害，不免让人回想疫情之初，不少民众以损害个人自由为由拒绝戴口罩。不过，在疫情的重压之下，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众已经有所反思。美国新闻周刊网站上周三的报道援引一项由皮尤研究中心开展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美国及其主要盟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遭受疫情的毁灭性打击之后，约93%的法国人和美国人，约88%的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希望本国政治制度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该报告在开头部分写道，美国和西欧的很多人挣扎在公共卫生危机和持续的经济挑战之下，与此同时，本国政治状况也令他们感到失望。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调查，在法国和美国希望改变的人群中，超过半数希望采取重大行动，而非小幅改变。毕竟呢，他们每天都能看到，像自己的亲人也好、朋友也好、同事也好，就是被感染、被夺去生命。而且呢，他们呢，即使暂时还没有被感染，但是呢，也丧失了自由。所以在这种对比之下，当然是他们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也会对自己的这种价值观产生怀疑，甚至是否定和质疑。旅法学者宋鲁正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西方民众之所以意识到本国制度存在问题，和疫情爆发时西方政府的糟糕表现直接挂钩。标榜自由和民主的西方价值观正是疫情在美国和欧洲蔓延的最大推手。但事实上，一直将人权挂在嘴上的西方国家，甚至都没有保障好民众最基本的生命权。去年新冠疫情在欧洲蔓延之际，宋鲁正在法国就亲历了欧洲一系列漠视民众生命权的操作。他用震惊2字来形容当时的感受。到了3月份，就是意大利、法国、德国这欧洲，这些国家开始一个接一个的爆发疫情，结果呢，他们错过了就是应对疫情的就是一系列非常关键的时间点，直到最后，在非常严重的这种灾难下，因为当时在法国，医生已经开始选择给哪些人治疗，年老的人就开始放弃了。特别是，法国的养老院，竟然呢就不统计，很长时间呢都不统计，死亡人数，就这种表现呢，就让我们非常非常震惊。西方国家的这些政府，在疫情来临的时候，他们没有把人民的安全生命放在首位，而是把党派的利益放在了最高的位置。比如说美国，为了这个连选连任，为了这个连选连任，就需要经济指标要好看。为了经济指标好看，就不愿意采取这种有力的措施来这个制止或者说控制疫情的发展。疫情带来的经济问题更让西方民众捉襟见肘。根据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和医疗费用研究机构西区健康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在疫情爆发后的1年中，将近4600万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无力承担必要的医疗支出。很多人甚至表示，为了应付大额医疗开销，他们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削减饮食、娱乐等方面的开支。
与此同时，这项调查还针对不同族群进行了结果细化，发现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人中，因囊中羞涩而无法支付医疗费用的比例明显高于白人。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指出，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反映出美国人对政治制度愤世嫉俗的观点。在4国受访者中，将近70%的美国人认为本国绝大多数政客都是腐败的，近60%美国人认为民选官员不关心普通人的想法。此外，过半的美国受访者表示对本国民主制度不满。基于此想法，80%美国受访者支持成立公民大会，给予公民一个辩论并就国家法律提出建议的平台。美国也罢，西方国家尽管它面临很多困难，但它的这些政府机关应该来说还是在正常运转的，那就说明呢，这个民众对目前他们的这个政府机关非常的失望，因此提出了这种比较，我认为是在非常时期才会有的这种措施。这也就说明目前西方国家社会内部的矛盾是很深的。尽管调查体现了相关国家对民主制度的不满和困难，但宋鲁正指出，制度体现的都是结构性的问题，真正想要落实改革难度很大。法国呢，有人就提议，是不是总统的任期时间可以拉长？这样的领导人的精力呢，就只放到了治理国家上，而不是为了下一次的选举连任上啊。这种改革呢，思路只是小打小闹，不解决根本问题。其实现在西方的制度呢，它的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它这种一人一票的这种制度设计，它造成了很多的后果。比如说它没有办法选出胜任的领导人来。第二个就是弊端的话，就它没有办法制定长远规划。所以说虽然说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但真要做却往往又很难。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近期一项调查显示，在经历新冠疫情冲击之后，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都对本国的民主制度表示不满，希望进行某种重大改变。其中，美国受访者的不满意比例是相对较高的。您对此如何看？是的，美西，这场新冠疫情成了一次全球统考，答卷人是世界各国的政府与人民。当疫情在中国爆发时一些西方国家以幸灾乐祸的取态预言，这将是中国的所谓切尔诺贝利时刻。然而，中国人民用众志成城的实际行动粉碎了这种恶毒的预言。中国成了最早有效控制疫情并实现复工复产的国家，也是2020年唯一实现 GDP 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那些一度弹冠相庆的西方政客却陷入了焦头烂额。疫情失控，管制失效，制度失范，人民愤怒，政府失语。一场瘟疫让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人们自然会开始对西方奉为神明的民主制度进行反思。当然，西方学界绝非愚钝或者是盲目，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他们就已经围绕西方民主制度陷入的困境展开了反思研讨。只是当时还有一些半遮半掩，没有放下他们的傲慢，使用的描述方式是西方民主制度遇到了天花板。美国新闻周刊这个报道所提及的调查，实际上在西方各国时不时就会进行，归纳起来就是民主制度的满意度调查。综合各国的调查结果显示西方社会普罗大众对民主的不满意程度逐年上升，而在新冠元年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在我看来，西方民众对这种民主制度的高度不满，实际上更是对西方民主制度下治理绩效的不满。它的病根在于，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以现有的制度设计无法有效回应民众客观诉求，无法解决眼下各种急迫棘手的问题。这些诉求与问题又集中体现在经济萧条、贫富差异、政治腐败、政策失效、疫情应对和族群对立等方面。这也就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不仅仅来自于其所宣扬的价值理念，更来自于其价值理念所代表的政治制度在运行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效能到底怎样。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民主制度的评价标准不仅仅是民主的形式如何，更应该注重民主的效果如何，是良政善治与苛政恶治的辩证法，是不看广告看疗效的唯物主义。在审视美国政治制度退化的现象时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归结为僵化的观念和既得利益格局固化的相互叠加。
而福山的老师亨廷顿早有断言，当今世界各国之间最重要的这个政治分野啊，不在于他们的政府形式，而在于他们的政府的有效程度。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提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3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是否增进人们的团结，改善人们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是否得到了持续发展。那么，西方民众对于民主制度满意度的下滑，折射出西方民主制度什么问题呢？西方民主制度是否又能迎来民众所期盼的重大改变？这些年，政治学界对西方民主制度退潮进行过多次探讨与反思。我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啊，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西方民主面临代际危机，脱离群众；其次，政治立场极端化与民粹化；再者，否决政治带来的政党恶斗、零和博弈；再其次，选举政治金钱化与选举制度漏洞；最后，民主红利口惠而实不至。政治极端化带来的问题是结构性的。福山在他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他就直言，当极端化碰上麦迪逊式的制衡政治体制时啊，后果尤其具有毁灭性。这就引到了我刚才提到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否决政治与政党政治。美国国父们的分权制衡设计啊，是遵循100年之前的美国国情。如今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不再是争友，而是死敌。在政党恶斗的大环境下，凡是对手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凡是对手反对的我们就支持。否决政治取代共识政治登堂入室。这种争吵式民主的直接结果是民众撕裂，代议制民主陷入停滞，社会问题持续存在，国家治理原地打转。这也就进一步引出了下一个问题，那就是选举政治的功利化与金钱化。也正由于否决政治横行与政党恶斗公开化，这直接导致了选举失利的政治代价过于高昂，间接催使每一场政治选举各方都必须倾尽全力进行社会动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选举成本越来越高，政治成了有钱人的游戏。变相的，胜选者自然首先代表金主的利益，是否真正代表广大穷人的利益，这就值得商榷了。此外，西方选举制度的僵化也是一大症结。正由于美国选举人制度的局限性，让特朗普能够在总得票数少于希拉里的情况下入主白宫，出现了让美国社会进一步撕裂的所谓少数服从多数。但另一方面，特朗普支持者在山洞下围攻国会山，这些铁锈地带的白人害怕自己的代言人被赶出白宫。从另一个侧面印证，如今的美国民主制度缺乏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保护，这已经背离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本真。它的本质是，西方民主制度正越来越缺乏广泛代表性。世界上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有一个不断探索、完善、发展的过程，不存在一招鲜吃遍天。西方民主制度也不例外。拜登政府上台后，的确意识到美国政治制度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正在酝酿对选举制度进行改良，但也遭致了修改选举制度是为了巩固民主党的盛世，防止共和党反扑的诛心质疑。这就是政党恶斗对制度改良竖起的藩篱。所以，我个人对西方民主制度能否迎来民众所期盼的所谓重大改变持审慎态度。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西方社会对民主制度出现的问题有着清晰的认识与反思，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个制度本身束缚了他们的自我救赎。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